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小萌讲故事。回顾一下，封玉贵在乱葬岗遇见李老翁和魏娘，后来李明轩寻父墓时发现了魏娘。魏娘死而复生后，道出了被拐卖和自杀的悲惨经历。李明轩将她认作义妹，安排她与封玉贵成婚。魏娘在李家安心休养，准备开始新的人生。然而，就在李明轩要为他购买新房时，一个意外的巧合让他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，一个是急忙逃走的卖房人冯某，另一个是前来作保的薛先生。上次我们讲到，魏娘认出了薛先生正是他失散3年的父亲薛银侯，激动地冲出屏风，扑向了这个日思夜想的亲人。薛银侯当时正在和封玉贵、李明轩闲聊，忽然被人抱住，吓了一跳。等看清楚是谁时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通红。魏娘，我的魏娘！他颤抖着声音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爹，真的是您！魏娘哭得像个孩子，女儿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薛银侯也哭了，紧紧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。3年的思念，3年的痛苦，在这一刻全部化作了泪水。我的好女儿！薛银侯边哭边说，这3年你去哪里了？爹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找不到你，你娘因为思念你已经……魏娘虽然已经知道他娘已不在人世，但还是心中一痛，娘她。薛银侯哽咽道，去年春天走的，临终前一直念着你。魏娘听了更加伤心，如果不是那场意外，母亲就不会这样痛苦而死。但是已至此，再后悔也没有用了。爹，女儿这些年经历了很多事。魏娘擦干眼泪，说来话长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父女终于团聚了。于是，在李家的客厅里，魏娘再次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关于死亡和复活的部分，她说得很含糊，只说是被好心人救了，养了3年，身体才恢复。封玉贵这时想起什么，魏娘刚才说，今天来卖房子的冯某很像当年的船夫。众人对视一眼，都意识到了什么。李明轩立即派人去查，那个冯某已经连夜逃走，房子也不卖了。原来他真的就是当年拐卖魏娘的那个人。这些年他在平阳经商，发了一些财。李明轩派出的人回来报告说，但近年来赌博成性，败光了家产，才想着卖房还债。今天看见魏娘，当场就变了脸色，连房契都不要了，连夜就逃走了。看来是心虚了。魏娘听了，心中并无太多恨意。经历了死亡，又得到了重生，她已经不想再纠缠于过去的恩怨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现在有了新的家人，新的生活，还有一个怜爱她的人。算了，她说，让他去吧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总会有报应的。薛银侯在李家住了2天，听说了女儿要嫁给封玉贵的事，心中既高兴又不舍。封玉贵对薛银侯说，岳父，我虽然家境贫寒，但一定会好好照顾魏娘。薛银侯拍拍他的肩膀，我相信你。就这样，在李母的主持下，魏娘和封玉贵简单的成了亲。没有大排场，没有丰厚的嫁妆，但有互相怜爱的2个人，还有2家人的祝福。李母还是为他们买了那套房子，虽然冯某跑了，但房契还在，可以通过官府过户。薛银侯也决定留在平阳，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。新婚夜，魏娘坐在床边，看着窗外的月亮。3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她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。3年后的今天，她重新开始了新的人生。封玉贵走过来，轻轻握住她的手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。魏娘笑了，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。但如果这是梦，我宁愿永远不要醒来。封玉贵也笑了，这不是梦，从今以后，我们要一起好好过日子。窗外月光如水，屋内灯火温暖。魏娘终于明白，什么叫做重新活过来，不只是身体的复活，更是心灵的重生。第5章，因果了结。春天的时候，封玉贵进京赶考，秋天就传来了他高中举人的好消息。
魏娘接到报信，想起李老翁当年的话，不禁莞尔一笑。那个温和的老人，连这个都算准了。义父真是神机妙算。他对着李老翁的牌位轻声说道：“您说玉桂会有出息，果然不假。”封玉桂衣锦还乡那天，魏娘穿了一身淡红色的衣裙，在门口迎接。阳光照在她脸上，3年的磨难早已化作了一种淡然的美丽。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天真的少女，也不是阴间那个可怜的孤魂，而是一个经历过生死、懂得珍惜的女人。她笑着说：“恭喜相公高中。”封玉桂看着妻子，心中满怀感激。如果不是那场奇遇，如果不是李老翁的安排，他怎么会有今天的一切？这都是李翁的恩德。他说：“我们要好好报答他。”魏娘点点头。她知道，最好的报答就是过好这一生，珍惜彼此，也珍惜那些爱他们的人。李母对这个义女更加疼爱了。她常常对人说：“魏娘是我见过最懂事的孩子，经历过那么多苦难，却没有一点怨气，反而更加善良。有这样的女儿，是我们李家的福气。”李母说的没错，魏娘确实变得更加善良了。她会照顾家中的下人，会接济附近的穷人，还会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。她对封玉桂说：“我知道没有依靠是什么滋味，能帮一个是一个。”有一天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跑到封家门前，跪下就不起来。“夫人，求求您救救小人。”那人哭着说：“小人走投无路了，只能来投靠您。”魏娘仔细一看，认出这是当年老嬷嬷的儿子殷富。老嬷嬷为了保护他而死，这个情他一直记着。“你快起来！”魏娘急忙扶他：“有什么事慢慢说。”原来殷富这些年一直在外地谋生，偶然会陪客商去风月场所和赌场消遣。前些日子在赌桌上和人起了争执，一怒之下打死了对方，现在被官府通缉，只好逃到平阳来投靠魏娘。殷富哭着说：“念在我母亲的份上，求求您救救小人。”魏娘听了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当然要报答老嬷嬷的恩情，但殷富杀了人，要如何帮他呢？封玉桂看出了妻子的为难，主动说道：“既然是恩人的儿子，我们不能不管，先让他在家里躲一躲，再想别的办法。”于是殷富就在封家住了下来。魏娘把他安排在后院做些杂活，也算是给他一个安身之所。过了几个月，殷富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。原来他打死的那个人，官府一查身份，竟然就是当年拐卖魏娘的船夫冯某。这个消息传来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殷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，怎么会这么巧？”封玉桂和魏娘对视一眼，都感到了命运的神奇安排。李老翁在阴间时就说过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现在看来真是一点不假。魏娘说：“你仔细说说当时的情况。”殷富回忆着：“那天我输红了眼，那姓冯的忽然说认识我，还说什么当年的事。我当时气昏了头，也没听清楚他说什么，只是觉得他说话很讨厌，就动了手。”魏娘明白了，冯某一定是认出了殷富，想起了当年害死他母亲的事，或许是想说什么，或许是想威胁什么。但命运安排殷富在那里，也安排他们起了冲突。魏娘沉默了很久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封玉桂去找熟识的官员打听，得知冯某这些年确实劣迹斑斑，不仅拐卖人口，还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。现在他死了，官府虽然还要追究杀人者的责任，但也不会太过严厉。最后经过一番周旋，殷富被判了3年苦役，不用偿命。封玉桂以他举人的身份为他作保，争取了一些照顾。“谢谢夫人，谢谢老爷。”殷富感激地跪地磕头：“小人这条命是你们救的，以后就是你们家的人了。”魏娘扶起他：“好好改过自新，不要再赌了。你母亲在地下看着呢。”殷富含泪点头，从此真的戒了赌，安心在封家做事。李母听说了这件事，更是对魏娘赞不绝口。
这孩子心地太好了，老天爷都要保佑他。确实，魏娘的日子越过越好。封玉贵做了举人，俸禄不菲，一家人过得很安稳。薛银侯在女婿家养老，封玉贵还为他娶了个老来伴，一个温和的寡妇，正好也需要个依靠。2年后，魏娘生了个女儿，白白胖胖的，很是可爱。薛银侯抱着外孙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这孩子真像魏娘小时候。又过了1年，魏娘又生了个儿子。李母说这是李老翁在地下保佑，让李家香火兴旺。魏娘常常抱着孩子们，想起这些年的经历，就像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。梦里有痛苦，有绝望，也有温暖，有希望。最重要的是，梦的结局是美好的。有时候她还会这样想，如果当年没有踏上那条船就好了。但很快她就会摇摇头，如果没有那场劫难，她就不会遇到李老翁，不会得到那种超越血缘的父爱，也不会遇到封玉贵，不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。命运这种东西真是说不清道不明。李母经常说，魏娘啊，你看你现在多幸福，有疼爱你的丈夫，有可爱的孩子，还有爱你的家人，这都是你善良的报答。魏娘总是笑着点头，她知道自己能有今天，不只是因为善良，更是因为遇到了很多爱她的人。李老翁给了她第2次生命，李家给了她家的温暖，封玉贵给了她深情的眷顾，连老嬷嬷的牺牲都变成了保护她的力量。几年后的一个秋天，魏娘带着孩子们去李老翁的坟前祭拜。她告诉孩子们，这是太爷爷，是他让爹娘相遇的，你们要记住他的恩情。小儿子还不太懂，但会认真的磕头。小女儿更小，只是好奇地看着墓碑上的字。义父。魏娘在心里默默地说，您看，我过得很好，您当年的安排真的让我很幸福，我会好好的教孩子们，就像您教导我的那样。风吹过墓地，仿佛有人在轻声回答，好孩子，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魏娘笑了，她知道李老翁一直在看着她，保佑着她。那些年的苦难，如今想来竟像一场梦，但梦醒了，生活还在继续，而且是更美好的生活，更珍贵的生活。因为她明白了，每一天的平淡都是难得的恩赐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相会。别走开，主题曲马上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同样爱听故事的朋友们。中